中南半岛上的共产国家慢慢都走向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中国模式能不能够继续示范？老挝、朝鲜状况截然相反，一个需要加强经济发展来巩固合法性，一个只能继续加强军事跟协同的纯正性来强调合法性。老挝低调发大财，中辽铁路开通运量不断的攀升，创下新高。中老铁路一路从昆明开到万象，老挝的首都。老挝建国之后，它的左右都是它的强邻，它必须借助中国的力量，避免旁边的强邻吞并它。朝鲜半岛他们想要摆脱中国的影响，老挝带动了邻近地缘跟中国来接近。越南看到老挝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于是产生了某种焦虑感。反而是北朝鲜，他是对中国的那个防备之心，中国对他的需求很大，这种需求可能导致对他政治上主导。这种情况下，既取得中国的利益，但是又排斥中国对他的控制。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国今年3中全会啊，好像从去年到今年好像还没有开啊，到底中国模式到底是能不能够继续示范呢？其实这就回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讨论的问题啊。上次我们聊到了这个越南哦，包括俄国，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国家。那共产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怎么走呢？分别是中国2个邻邦，一个是北韩，或我们叫做朝鲜或北朝鲜，另外一个呢是辽国，或我们称为老挝。那我们知道最近北朝鲜呢，这个或者说北韩啊，这个领导人金正恩啊，又在国际上大杀四方，他首先呛啊，这个跟韩国说，我们已经是完全2个国家了哈。然后我可能要和平你哦，核弹的核哦，原本他们都是男主继位啊，哦，那接下来搞不好他的女儿金主爱来继位，只能说金正恩哈，这个用就网络术语叫整活大师啊，好，那同时呢，另外一个很低调的辽国啊，我说低调发大财，为什么呢？中老铁路或者叫中辽铁路啊，老挝呢，因为这个铁路的开通啊，一开始很多人唱衰他说这个是债务陷阱啊什么，结果没想到运量不断的攀升啊，创下了新高哦。他也要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了吗？可是北韩没有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那到底是什么的历史背景脉络，还有整个地缘政治的发展，使得这2个共产国家呢，一个效仿中国开始来做经济改革开放，另外一个呢走上了完全自主的道路啊。然后就是这个中老铁路的畅旺哈，竟然呢2500万旅次啊，这个很快啊，到去年年底的时候，而且呢，当中呢货物运输3000万吨哦，跨境货物620万吨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外界的评估跟估计啊，因为当时在盖中老铁路的时候，很多尤其西方国家一直警告辽国说，你会欠下巨额外债，你这个也会赔钱哦。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旅客不仅多啊，而且呢，这个各种方面都新高，比如说单日旅客发送量也是新高啊。12月30的时候，单日人来到12000多人哦。那这个而且还不断的在往上拉升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货物也新高，这同比增长94.91%啊，已经来到了这个进出口货物啊，2023年来到400多万吨了。以辽国体量来说，这差很多啊。那另外，因为它是一个智慧型控管嘛，科技讯息化，所以在很多的口岸啊，这个扫描单列列车只要1到2分钟，也就是大幅又降低了这一个所谓中老之间的这个通运的一些问题哦。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就翻译辽国哈，但是因为老实讲，我们不太关注辽国，所以新闻都是来自大陆或者是这个香港啊，所以呢，我们就统一使用老挝吧。好，那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各种品项啊，好，然后而且重点还通到泰国去啊，这个就是中老铁路啊。中老铁路一路从昆明啊开到万象，就是老挝的首都啊。好，小好你怎么看哦？就老挝其实它现在正在加速跟中国接近的这个速度啊。那这个是老挝的国家主席啊，通伦啊，相当于习近平的这个位置啊。好，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类似跟越共、中共跟这个我们说的辽共或者老共哈，其实是有类似的一个这个结构啊跟架构。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中南半岛上的这些共产国家，它慢慢都走向了所谓的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路线啊，也就是邓小平的这种改革开放的这个路线哦。比如说最近我们上一期我们谈到这个中越关系的缓解嘛，好，那这一期我们来聊聊这个老挝，它就跟北边的这个朝鲜完全走向背道而驰的道路，但它的更艰困，因为它是个内陆国家。我们看这个位置啊，完全被包起来啊，这在这个地图的中间啊。我想理解他们啊，辽国老挝的这个历史，其实可以跟这个北韩、朝鲜半岛做一个对比。朝鲜半岛其实它跟中国的一个关系是，一直他们想要摆脱中国的影响，即使是在他们看起来所谓很恭顺的时代，当时这个作为中国藩属的时代，他们对于只有一个邻国这件事情觉得是很焦虑的。但是对于这个老挝来说是相反的。
老挝的建国之后，他面临的强敌啊，其实在他的左右都是他的强敌，一个威胁是来自越南，另外一个威胁来自于泰国，啊，甚至于缅甸对他都有一定的程度的威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去借助中国的力量去避免他旁边的那些强邻吞并他。那些强邻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是中等国家，他们基本上是靠地形优势来抗拒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啊。那些国家本身的体量因为也不小，我们看地球上多数国家都是越南、泰国、缅甸这种规模的，对，他们是由于地形自然形成的中国是特例，所以变很大。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让这里南掌，也就是辽国老挝失去它的独立。这个是明朝的时候的这个地图啊，这个南掌就是古代的老挝。对，所以他们曾经历史上也分成三块之后，分别向不同的地方效忠。这种情况就是让他有一个内在需求，需要跟中国连接。而后来的我们看到这个老挝共产党的出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它跟中国也有关系，跟这个越战也有关系。老挝没有介入越战，但是美国觉得他是越共的盟友，去轰炸他，炸得他很惨。美国人没想到的是，这种轰炸事实上是促进了老挝共产党的崛起，就是让他变成了这个抗美爱国的英雄，变成这个老挝的合法执政党的一个这根本的原因啊，就是美国人经常做这种事那么变成这个之后其实因为越南曾经在东南亚很强势，所以在这个1979年陈越战争的时候，老挝是站在一个略偏越南的角色，他不敢公然的去偏越南，他略偏越南。可是后来在这个越南的经济变得就是说落后于中国的一个情况下，老挝自然的他去向中国靠近向中国靠近，他之间也没有像越南那么大障碍，因为双方毕竟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中国它需要把一带一路向中南半岛推进，而越南是忌惮中国的影响，所以他在比如说修建铁路这件事情上，就对于中国很抗拒。他觉得不希望中国把铁路修过去，这样子，尤其是需要一个纵贯南北的铁路，对他的全境都要做测绘。万一哪天打下来怎么办？对所以变成军事入侵路线。对，所以越南一直要拿日本来平衡中国，可是日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近日本状况很多。对，日本所要提供的那种就是要价是越南也付不起，越南付不起。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是说我先做中间这一段我可以给越南、缅甸、泰国都做一个示范，就是我做出来效果如何，我再透过这个老挝我延伸到泰国去，这样子。整个物流还有带动经济成长的规模，会让你们感到震惊，非常大，以至于说，这跟现在越南越共跟中共的接近有直接关系。越南看到旁边的老挝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于是产生了某种焦虑感其实泰国跟缅甸也产生了某种焦虑，因为我们看到老挝的状况跟看到朝鲜的状况刚好截然相反是。老挝反而带动了邻近地缘的跟中国来接近，所以就有我们上一次跟老师在聊的时候聊到的这个中越之间呢，这个再确认一下关系。美国去了之后呢，反而越南很积极的请习近平到越南来坐，然后顺便谈一下铁路的问题那也放弃了日本嘛。那反而是这个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北朝鲜，他是对中国的那个防备之心。可是我们又看到当年这个金正恩去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先去找习近平，去跟他借飞机，要坐火车去，然后先聊一聊，先跟他确立一定关系。哇，这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两个综合对比，我们做个结论吧，学长，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固然我们今天有讨论到它现在转型的问题有一些障碍，可是实质上对于这些周边国家来讲，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但是这两个刚好形成一个极端，就老挝它是因为长期被越南压着喘不过气，那现在终于慢慢的有机会了，然后他就把它冲最快，它铁路都盖好了。那这个朝鲜其实中国长期以来就都一直想帮他。但他就拒绝的最彻底，但他又一直维持跟中国关系还不错。那我们做个对比，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吧。传统的影响很大，就是朝鲜一直在对他地缘政治的评估上，他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中国对它的需求很大，这种需求可能导致对它政治上的一个主导，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要跟中国既取得中国的利益，但是又排斥中国对它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对它的威胁比较大，所以他到现在为止不能接受那个。但是对于这个辽国来说，他觉得中国对于中南半岛永远没有办法去进行那么大规模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统治整个中南半岛。对，那只有越南北部那一小块哈。那么他没有办法进行那么大规模的，所以他的政治独立，他大致可以得到保持。尤其是他对中国的需求，即使是政治资源方面的需求，他也是比较大的。从这种情况下，让他去接受中国模式，并没有困难。何况哈，就是说对于这个老挝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民族性啊，其实我们讲中国跟越南的在某种深层文化上的接近程度是高过朝鲜半岛的哈。老挝也是一样，跟泰国也是，老挝泰国他们是文化上是差不多一致，很接近的民族。那他们跟中国云南也又有关联，所以他们在这一个经济的理念上面，还有关于怎么钱的这种理念上面，这些理念跟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理念上面，其实跟中国比较接近所以很自然他不太有这方面的一个顾忌，所以他不需要去担心说我的家族统治丧失会让我的这个政治自主丧失掉了，相反，他需要经济的成长来去巩固他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一个需要加强他的经济的发展来巩固合法性，是一个只能继续加强军事跟协同的纯正性，来强调合法性。是，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政治上总是非常的魔幻哦。那最后一张图，我们还是回来这个中美啊，我一句话结论就是说，中国的模式确实在中国的地缘周边的国家形成很巨大的一种。这个你可以说有参考性、引领性，也可以说会促使它往另外一个方向涨。好，就朝鲜就是完全往另外方向涨。中国跟美国关系也是不断在震荡冲击这些地缘国家的一些选择，好跟发展。你看越南就是这个样子，好，它因为在历史上被中国统治过，所以呢，它对中国一直非常有戒心。可是呢，但是它又离中国都城太远。所以他这个四大主义呢，又不需要这么明显，因为他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表态的被需求性。是。中国有很多的朝代，比如说这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赵佗就雄踞岭南到越南这么长达这么多年，那中国这汉朝政府根本不管他，没有那么大的政治需求。可是朝鲜因为距离中国中原太接近了啊，它又有这个政治上的需求，所以那种不同的历史脉络很多拉扯。那所以他们对美国的这个需求，远近需求也差很多。是啊，真的像朝鲜，它这因为跟中国地缘太牵扯、太纠结了，所以它不能跟美国走太近。但越南呢，它就可以跟美国走比较近。好，所以我想把这两期串起来看大家应该会得到很多的启发了啊。那我们今天呢？